同学们好，今天呢，我们来学习扩散这一章的内容。我们知道，扩散是物质的一种重要的传递方式，它在气体、液体、固体中呢都是存在的。那尤其是扩散呢，是固体中的唯一的一种传递方式，包括我们后边要学习的相变、固相反应以及烧结，都要经过扩散这样一个重要的环节。扩散呢，它是物质基础。所以说，我们研究扩散呢，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章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扩散的基本概念，包括定义、推动力、它的特点、它的分类以及应用。接着我们会从动力学角度给大家介绍两个表征扩散的方程，接着会从热力学方面讲一个爱因斯坦能斯特方程。第四个，我们要讲述一下扩散的微观机制，也就是扩散在材料里边它是怎么进行的呢？以及它的扩散系数如何表示呢？然后我们着重介绍一下固相中的扩散，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影响扩散的因素。那我们首先来给扩散一个定义吧。什么是扩散呢？我们说它是物质的一种传递方式。那在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例子呢？比如说，对于气体的扩散，我们说一阵风吹过，我们闻到了花香，那这就是花的香味已经发生了扩散，飘到了我们的鼻子里边。那其实呢，在气体中本身的对流传递更为明显一些。又比如说，我们把一滴墨水滴到水里边，然后墨水迅速地扩散开来，直到所有的地方它的浓度都相等，溶液均一化，那这就是液体中的扩散。那么还有固体中的扩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要给铁中胜碳，那碳原子怎么进入到铁里边呢？高温下，碳原子呢会向铁中扩散，然后在它的表层呢形成了一层胜肽层。通过这些例子呢，我们认为扩散它就是系统内部的物质呢，在推动力的作用下，由于质点的热运动而导致了定向迁移，从宏观上表现为物质的定向输送。我们呢把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扩散。注意这里的三个推动力，包括浓度梯度、化学位梯度以及温度梯度。最主要的可以都归结为化学位梯度。简单来说，扩散呢是物质内部的原子或分子从一个位置迁移到另外一个位置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扩散的特点，尤其是把固体中的扩散和流体中的扩散进行一下比较。那首先呢，流体中的扩散，我们说它的扩散速率非常的快，而且呢它是完全各项同性的，在各个方向上扩散的几率和速率都是相等的。但是对于固体中的扩散呢，开始扩散的温度常常比较高，并且呢这个温度呢要是低于固体的熔点，还有呢它的扩散速率比较低，而且一个一个质点它的迁移呢是有方向性的，表现为各项异性。那我们把扩散按照不同的方式也可以进行分类。首先呢，按照扩散的系统分，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互扩散和自扩散。互扩散呢，它指的是多组分系统中两种以上物质相互的空间扩散。也就是说，原子呢要通过进入对方元素晶体点阵而导致的扩散。那最常见的扩散推动力就是存在于物体中的局部浓度梯度。刚才我们说的碳渗进铁里边，那就属于一个互扩散的过程。那自扩散又是什么呢？它是原子经由自己元素的晶体点阵而迁移的扩散。那比如说纯的金属或者固溶体中经历的长大，或者说我们把两个铜块给它焊在一起，让它发生的扩散，它就是一个自扩散过程。它本身而言呢，并没有浓度变化，这是第一种分类方式。那么第二种分类方式
如果按照扩散的方向分，比如说，如果是糖加到水里边，它是由高浓度向低浓度进行了一个扩散，所以我们把它呢叫做正扩散，也称之为顺扩散，或者说是下坡扩散。这个就比较形象了。那这个扩散呢，它毫不费劲，并且呢容易发生。那相对的，如果我们是由低浓度向高浓度区域的一个扩散，我们呢可以把它称之为逆扩散，或者说是负扩散，或者说是上坡扩散，这都是可以的。它就没有正扩散容易发生。比如说我们玻璃中的分相这一点呢，它就属于负扩散。那第三个是按照扩散的部位来分。如果说在指定区域内原子或离子的扩散，包括经界扩散、界面扩散、表面扩散等等。还有呢，有的质点呢只在空位里边进行迁移，那它就叫做空位扩散。还有呢，原子进入到某个晶体的间隙位置进行迁移，那它就叫做间隙扩散。那么体积扩散和晶格扩散这两个叫法差不多，它们都指的是晶体体积内部或者晶格内部进行的一个扩散的过程。我们还可以把扩散按照缺陷产生的类型进行分类，比如说都是空位扩散。那么这个空位呢，我们在学习了晶体结构缺陷之后，我们知道它来源于好几个方面。如果是来源于热缺陷产生的空位，包括肖特基缺陷、弗隆克尔缺陷，那么它发生的就是一个本真扩散。那如果这个空位呢是由于离子晶体里边不等价置换或者说掺杂所引起的，那把这种扩散呢就叫做非本真扩散。这两种扩散方式呢，我们在后边还要进行详细的介绍。还有我们可以根据扩散时浓度梯度是否改变，可以把它分为稳定扩散或者说是不稳定扩散。那稳定扩散肯定就是浓度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那反之呢，那就是不稳定扩散。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材料生产制备过程中扩散有哪些常见的应用呢？比如说金属铸件的凝固及其均匀化退火过程，就是成分不断的进行扩散，最终呢才能保证它的均匀化。还有呢，就是冷变形金属的回复和再结晶，这种变形材料的处理呢，也是需要质点的扩散之后才能完成。我们陶瓷材料在高温状态下为什么能达到烧结呢？主要取决于气孔的扩散、质点的扩散等等。而且扩散是相变的重要环节。还有就是对很多材料进行一个表面改性，比如说表面处理呀、半导体材料的掺杂呀等等，这些改性呢都是利用了扩散的原理。那么因此呢，扩散就是固体材料中唯一的传制方式。材料中的许多物理化学过程呢都与它密切相关，因此呢，扩散成为材料科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好，扩散概述我们就讲到这里。